這節課我們來說一下如何修掉人物眼睛裡面的紅血絲，讓他的眼睛變得明亮清澈。一樣的，先講思路，再講操作。第一個就是這種表面的紋理問題，那麼第二個就是它的顏色。咱們可以看到這一部分顏色它是偏紅偏黃的，所以咱們需要解決2個問題。首先是修復紋理瑕疵，其次是調色。接下來咱們演示一下具體的操作。為了保護原图不被破壞，咱们 Ctrl+J 複製一個層，咱們在複製的這個圖層上進行紋理的修復，然後左側工具欄的位置找到修補工具，它的快捷鍵是 J。那使用修補工具就可以将這個瑕疵給它圈起來，然後丟到旁邊沒有瑕疵的地方，在空白處單擊取消選擇，這塊就會被修掉。其他地方也是一個道理，咱們快速演示一下。紋理瑕疵修復完畢，接下來我們需要解決顏色的問題。咱們可以看到眼白的這個區域的話，顏色偏紅偏黃，我們得先把這一部分選出來。選擇的時候，你可以左側工具欄的位置找到鋼筆工具，它的快捷鍵是 P。使用鋼筆摳图，屬性欄一定要在路徑的狀態下，這個位置布爾運算我們要選擇排除重疊形狀。鋼筆的話就是先在轉折處去添加第一個點，然後眼角的位置加第2個點，鼠標左鍵摁住不鬆手拖拽，就可以得到這樣的一根弧線了。如果我要拐彎，我就按着 Alt 鍵不鬆手去點一下這個锚點，再去添加第3個點，同樣拖拽。當你要換方向的話，就按着 Alt 鍵去點一下這個锚點。大家注意首尾相連，得到一個弧線。右側也是一個道理，快速演示一下。得到這個範圍之後，咱們 Ctrl 鍵加回車鍵，路徑變選區，然後從選擇菜單欄下找到修改，找到羽化，給它羽化一個像素，單擊確定。接下來就是調整這塊的顏色，咱們得給這部分提亮，然後去黃去紅。我們可以選中最頂層，單擊圖層面板下第4個圖標，我們找到色相飽和度。那麼大家看一下，這裡有一個目標顏色，現在是全圖的調整。如果我現在只希望調整紅色和黃色，那你就可以把这個目標顏色選擇紅色，那咱們給它飽和度降低，稍微提一點點明度，選擇黃色降飽和提明度。我們現在來看這塊顏色是乾淨了，那接下來需要去繪制一下眼球的光影。同樣的，選中最頂層，單擊图層面板下倒數第2個小圖標，新建一個空白圖層，然後將圖層的混合模式改一下，改為柔光。咱們在柔光的模式下，涂抹白色就是提亮，涂抹黑色就是压暗。左側工具欄的位置找到畫筆工具，大家注意前景色與背景色默認為黑白，它的快捷鍵是 D。那麼前景色與背景色互換，它的快捷鍵是 X。然後把畫筆的不透明度降低一點點，我這裡降到了10%。咱們使用黑色的畫筆，適當把畫筆的光標調小，去壓暗一下這個邊緣。然後前景色再變成白色，咱們使用白色的畫筆再去提亮跟黑眼球銜接的位置，讓這個眼睛更有立體感。當然你也可以去提亮眼神光，然後再去压暗這個瞳孔。好，咱們看一下眼睛的光影就塑造完畢了。接下来我需要它的眼睛更加清澈，所以咱們单獨給這個眼睛加點藍，加點青。同樣還是把這個眼睛選出來，你也可以選中紋理修復對應的這個圖層。左側工具欄的位置，咱們找到對象選擇工具。那我使用對象選擇工具也能夠快速做選擇，只不过這種方式的話，它沒有鋼筆選的細緻。比如說這一塊多選了，你得要按着 Alt 鍵不鬆手，給它勾一下，從選區中減去。好，當我把眼睛選好之後，咱們選中最頂層，單擊圖層面板下第4個圖標，找到曲線。如果你需要整體提亮的話，你就可以去在中間去加一個點，整體給它提亮。如果我現在想要讓它變得更清澈，咱們就點開這個 RGB，選擇藍色，那咱們給它適當加一點點藍色，然後再點開紅色，向上是加紅色，向下的話就加紅色的互補色青色，它的眼睛就会偏冷一些。咱们现在来看一下調整之前與調整之後。以上就是如何去除眼睛裡面的紅血絲，精修眼睛，你學會了嗎？